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快捷洋枪3代。3代的主人公杨枪丸拿起了棍子，这个棍子的攻击方式非常的丰富，平 A 可以发出真空波，跳起来之后可以向上捅，也可以向下捅这个棍子真的是很灵活呀。回旋跳是本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，后面会常用到。另外呢，杨枪丸还会滑铲，这个玩惯了洛克人呢，玩这个滑铲还是比较舒服的。钥匙是本作最重要的一个资源，它可以打开很多门，打开门之后才可以继续关卡的下一部分流程。那个血就不吃了，咱们满血。卷轴呢可以让你无敌一段时间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道具是雷，雷的话吃到了是一个全屏攻击。那像这种金币呢，吃足20个就可以进入每关的奖励关。奖励关需要对杨枪丸或者公主的头像，可以起到增加攻防的作用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收集金币比较耽误时间，因为你需要刷，所以说不刷的情况下咱们还是不进了。本作其实当年很多小伙伴玩到的是超级马里奥14，对吧？相信不是我一个人被坑。好，这是第一关的 BOSS 全是渣渣呀，咱们和他拼命就可以了。哎，蓄力，用一个回旋攻击，这个回旋攻击攻击力还是比较高的。过来再续他一下，这样打比较有效率，因为他身体有火的时候呢，你的真空波打不到的。这样第一关就过关了，只捡到了6枚金币。好，第二关，看敌人这个小雕像的攻击方式啊，这个原型大家都应该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在这里作为敌人来讲，在我面前使用这种攻击就有点班门弄斧了，对吧？这里咱们下水之后呢，这个棍子是当桨用的，滑动，你可以在水里快速的移动。好，开门，咱们还有一把钥匙。其实每关的钥匙是不用捡全的，因为它的供应量比较充足。哎呀，刺到我身上了，这好，又一把。而且呢，每关的路线也不唯一，还是有一点分支路线的要素的。再加上游戏的动作比较丰富，所以说游戏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。但有一点，本作出品的时间比较晚，93年出品这样的动作游戏，其实已经不足为奇了，对吧？这个鱼尽量不要碰到它吧。但是难度不是很高，这里往前站一下，这个坑还是比较大的，属于一个极限的跳跃了。后面有鱼想咬我。好，钥匙都浪光了。水下的关其实制作的还是比较有趣的，但是呢，水下的时候咱们不能攻击，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里边是一个大的血，咱们掉血量不多，所以就不过去了，感觉还是比较耽误时间的。从水下到水面呢，你是不能跳跃的，你只能在脚下有东西踩的时候才能跳起来。所以这里咱们要往左边移动一下，好，这样可以跳了。不会再让你们刺到我了。又一把钥匙。捡了，你看啊，他发射一次之后还要续一下。这个 BOSS 极菜无比啊！好，蓄力攻击，再续一发，他就这2种攻击方式，一个俯冲，一个发射分叉的攻击。这分叉一看就身体不好。
好，第2关过关。这个游戏的剧情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敌方 BOSS 的名字叫做象轮旋，他呢占领了风铃城，绑架了胡桃公主，这样主人公杨强丸就要去救他。这故事很俗套了，对吧？听起来也像马里奥，所以说把它山寨成马里奥14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关的敌人有茄子怪，前面还有萝卜怪，这萝卜还长着大毛腿，看起来就是比较邪恶。好，划船的话，船滑行的方向和你的左右键是相反的，这个要注意。当然了，从瀑布从下往上划船啊，这一看游戏就不归牛顿管了。左边那个钥匙不要了，咱们钥匙还是够的。这里向下捅，然后捅他的大毛腿，卖一下血，然后趁着无敌往上跳。右边的那个门不是 BOSS 的门，咱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个花竟然会发射子弹，植物大战僵尸既视感啊！那如果是豌豆射手就更好了。好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正面是无敌的，一根傻棍子，咱们要从背后抱他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跳起来的时候，你不要想着滑铲铲过去，因为他这个阵啊是一个类似于拳皇大门的那个攻击。所以铲是要挨打的，而且呢攻击力很高。然后咱们不断从后面偷袭的就好了。这个树上边还有一个叶子，看了起来像那个巴西木啊。好，干掉。简单的不行啊。前几关都比较简单，后面有难的地方。游戏的长度是7关啊，前6关是正常的关卡，第7关就是一个 BOSS 战。刚才的地形呢，你不能滑铲。好，吃到了无敌，这样就不怕穿山甲了。你从这儿走。这些路线呢，走自己比较习惯的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固定的。只不过有一些呢能省一些时间。这里咱们再上去，这就用到了本作最重要的操作了，回旋跳。回旋跳用起来呢，你需要按住攻击键不放，而且方向也要进行配合。使用一次没什么，如果你是这种反复的跳的话，还是要讲究一些节奏和操作的。哦，这个翻下来，好，谢谢，我已经吐了。快 BOSS 了，这有个大血，血量给的还是比较充足的，这样有些关卡其实你可以打个浪一点。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是一个吹喇叭的忍者，追着他打就可以，或者离远了用真空波打也行。追着打呢，因为棍子本体的攻击力要比你的真空波攻击力高，追着打的效率更高，但是使用真空波呢就是更安全一点，这个自己抉择。他好像用喇叭吹了我一下。第5关了，这游戏已经进入后半段了。第5关是一个冰雪的路面，比较滑，空中飞行着很多的冰淇淋，这个打一下不疼，但是呢比较突然，我一般都会
咱们用嘴吃好不好啊？屁股坐上了这。啊，对，用嘴来吃啊。好，捡到了钥匙。这里呢，我想用棍撑一下，结果还是用屁股坐到尖刺了。下面有大雪，无所谓。啊，这里有可恶的企鹅。啊，我才不充钱呢。无敌混到了这儿。上面的冰刺呢，你可以用你的真空波打掉。最好还是把它打掉，这样简单一点。哦，又一个无敌，有一个公主的头像，公主头像是加满血，因为本作还有2个加血的道具，一个大血，一个小血，它俩呢都不保证能加满。冰箱里的雪人，哦，他要打好几下呢，咱们不和他纠缠。好，又需要来回翻。对，用棍子撑一下，我终于撑到了尖刺，结果又吃了一枚冰激凌。一把钥匙，还好这里有血。啊，屁股啊！等一波，行了，马上就 BOSS 了。这个 BOSS 还是比较灵活的，一个滑冰刀的妹子，咱们要用棍子呢把它。好，续了两发了啊，再来一发差不多，搞定。这个妹子为什么要打呢？领着去救公主啊，对吧？第6关，第6关跟大家说一下，是本作整个流程当中最难的部分，它的难度要高于最终 BOSS。所以说，我相信本关是很多小伙伴当年就止步于此了，对吧？有的小伙伴可能也会说，不是。我当年止步于第2关啊，那当我没说是吧？要坚强。没上去，这来回飘的怪其实挺讨厌的。滑铲，下面的血不用吃了，咱们现在满血。这有一把钥匙，这关是最后需要捡钥匙的关卡了。这里有一个小 boss， 是假的洋枪丸。尽量呢用近身攻击来打的，因为攻击力比较高，而且它闪光的时候呢是打不到咱们的。看这个货也会回旋跳，给了一把钥匙啊，这里呢左右撑上去。撑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操作的比较好的话呢，咱们可以蓄力比较长的时间，但是人物会向下滑一小块，这样效率呢没有保证。不过成功率比较高。你看捅了一个，没错，咱们枪还能向下捅。这个家伙发射攻击的时候把自己的大衣掀开，这让我想起了啊，对吧？这个大家自己理解啊。一个大坑，应该是快 BOSS 了。上来之后蹲着，虽然贴图看起来被爆头了，但实际上没事。
这里呢来一波背板，打完这个怪就可以往前走。对，下面的这个平台正好迎上来。这个平台看起来其实非常像赤影战士1关3的那个平台啊，移动方式也比较像。哦，这下没跳上去，我天！而且呢，这里也隐约有一点恶魔小子的那个风格。各种的平台啊，移动的部分，哎，这下没打到，我需要打他一下，对，让他移动起来，然后呢，向右边跳就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是啊前部作品的 BOSS， 他的攻击方式发射闪电，然后呢自爆对的。这种半高是他的死穴，因为他一直在跳，咱们封他半高就可以。好，挂了。其实他发射这枚自爆之前就已经挂了，我已经 A 到他了，但是这个攻击还是要出来。好，第7关最终 BOSS 战。最终 BOSS 呢2个形态，咱们一个形态一个形态的打。把公主抱走了，公主不能上天，会漏气的。赶紧追回来，因为上面气压低啊，你在气压高的地方充气，到了气压低的地方它会爆的。有常识啊，知识点啊。好，干掉。第一形态比较简单，而且呢还给血。第二形态看起来比较难，但是呢咱们每次一个小跳一个平 A 就能干掉它。啊，这个 BOSS 的打法非常像魂斗罗精神。好，就在这儿啊，一边小跳一边 A。看起来危险，但其实极其安逸。下面的尖刺掉下去呢，也不是秒杀的，这个不像洛克人那么硬核。好的，干掉。救出公主啊！你看这个啊，敌人也是有情有义的啊。公主出来之后呢，还给充满气了。公主醒醒，醒醒吧，你已经不漏气了。这样呢，杨强丸又一次救出了公主。我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因为前面的作品呢也救出过公主，比如1代啊，但是2代的关系恐怕和1代呢它是一个祖孙的关系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快捷洋枪3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